秦主任，上 ECMO 吗？我已经让 ICU 那边准备好了。护士长上 ECMO 容易，但上完之后怎么办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哎，亲家属，我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。雪川怎么样？心脏骤停。你别这样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不应该呀。对，昨天还好好的。霍心病的晚期就是这样，心脏随时会停。别人家属已经在听我说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要听清楚，好吗？现在王雪纯心脏骤停，现在救她的唯一方法就是上 ECMO。但是人工心脏出了问题，不可能给你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而且上了 ECMO 之后怎么样？大家现在心里都是个未知数。你听我说 ，ECMO 现在开机费用昂贵，并且之后都要住在 ICU， 每天的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并且如果供体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或者人工心脏的技术彻底得不到解决的话，你也听我说完，还有2句话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每天的开销会非常大，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，所以病人最后可能还是会把这无主。你自己衡量一下决定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只是要对你说明利弊，怎么办要你自己决定，并且要快。病人家属，要快。哪怕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救我老婆。ECMO 只能救急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后续只有2种指望：一是心脏有自愈的可能，让心脏休息，一有好转就撤机；二是有代替的方案，比如说人工心脏或者是心脏移植。汤佳玉，我问你，这2种指望，王雪纯她有吗？移植平台已经将王雪纯移到了等候名单的首位，随时都有可能有供体出现。人工心脏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还尚未可知，也许很快就能修复。这个时候给病人上 ECMO 是在争取宝贵的时间。再说病人的家属也已经签字。欧阳，你不用替他说话，这是他一向的冒险风格。真以为自己是神之手，谁都能救？你们也不要自己骗自己。家属签字，那是因为他没办法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，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你如果没把人救回来，那 ECMO 的高额花费，还有移植手术供体的临时易主，你们觉得他能够接受吗？汤佳宇，你把你和安和医院置在了一个很容易招来医疗官司的尴尬境地，你知道吗？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王雪纯的心脏不可能自己修复，只有移植或是人工心脏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供体，还有尽快找出人工心脏问题在哪儿。这2者都是撞大运，几率太小了。为什么要给病人上 ECMO？因为我答应过他，要给他一个又长又圆满的人生。就算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就找医务处，随时都可以。祝你好运。刘副院长，我有事找您。有事就说。哦，有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想跟咱们医院合作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王爱明，找到问题出在哪儿了吗？从早上就开始测试样机了，机器运转很好，各方面数据也很好。质检部门就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儿了吗？不可能，3级医疗器械质检关乎重大，检测报告没有出来之前不会透露任何细节。我们之所以知道现在我们的机器有问题，那是因为刘副院长根据他以往送审的丰富经验推测出来的。他有没有可能推测错了？不可能，我很了解刘峰，
他在关键事情上是非常靠谱的，而且他不会拿病人的死活开玩笑的。王海明，现在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敌人。如果能够找到机器问题出在哪儿，能把它解决了，人道主义豁免手术还是可以进行的。关键是两眼一摸黑，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找。那就找啊，一样一样排查，也要排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快。一鸣，你知道唐主任那事儿吗？唐主任怎么了？他手里本来有个心衰晚期的病人，本来是要做人工心脏的，结果没想到人工心脏质检出了问题，而其他的供体也没着落。没想到突然那个病人心脏就骤停了，他给病人上了埃克莫。他有没有想过后果呢？哎，你还记得上回住心外跟神外那对祖孙吗？你记得吗？记得。他悄悄给病人垫了医药费，告诉病人说这是医院申请下来的救助金。以我的经验，一个外科医生如果替病人垫钱，那就证明他在感情上已经卷入太深了。喂，你好，哎，我是福利院的李社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记得你，什么事吗？收养宝宝啊，好事儿呀！对，我平时跟宝宝接触的比较多，他的情况呢我也很了解。如果他的养父母想知道他的情况的话，可以让他跟我联系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再联系啊。哎，再见。福利院打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去新生儿室查房，护士告诉我说福利院的人已经来过了，有人想要收养这个孩子，但是需要和主治医师沟通一下。我呢就推荐了你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这2个月内没有任何人比你更加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。护士长，我是不是多事了？怎么会？宝宝的情况确实是我比较熟悉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忙去了。主任，怎么样了？刘峰那儿算是暂时稳住了。王海明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咱们现在真是找不准方向啊！你可真够会鼓励人的啊！不是，我这实事求是啊。越来越会聊天了哈。周达现在是不是看着王雪纯呢？对对对，周达放话了，说这2天先让他老婆去接送女儿去学琴，他半步不离开医院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说不定。谁电话？周达电话，快点接。喂，周达。好嘞，我们马上过去啊。周达，主任，怎么样？你看王雪晨这都输液2个小时了，一点尿都没排。肾脏已经开始衰竭了。怎么会这么快啊？肾脏受血流影响大，身体出现这种紧急状况，为了能够保证正常的血量回血，一定会减少肾脏的血量分流。肾衰，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如果控制不住，将会很快。其他器官功能马上也会衰减。主任，那是不是只能上血滤了？这样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。我去跟涂丽说。唐主任，雪纯怎么样了？雪纯出现了肾衰。对，肾衰是其他器官衰竭的第一步，一旦
其他器官衰竭，供体还是人工心脏，都没有意义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肾衰？有，上血滤。血滤是代替肾功能工作，对于肾进行过滤功能。可是，一旦上了血滤，就意味着维持王雪纯的生命的机器又多了一台，也就是说，感染的几率大了很多。可是不上血滤，他的肾脏马上会恶化。唐主任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决定需要你们家属来做。唐主任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又要让我自己选，我也想选，可是我不懂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选。但是我知道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，我相信你。我知道你也要救雪纯的，求求你告诉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就这一次，你告诉我怎么选对雪纯才是最好的。就这一次，求求你。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我听你的。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一下人工心脏的问题找得怎么样。如果可以及时修复，那我赶紧申报给质检部门，或许还来得及。所有数据都已经核查过了，机器也已经转了1天了，根本就没有问题。说不定是他们搞错了呢。他们就是做质量检测的，怎么会弄错？那他们没错，我还说我没错呢。那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我带你来看的就是这个人。他为什么身上的管子比前面那些病人都多呀？因为他的病比他们都重。他现在的心脏跟肾脏都已经停止工作了，所以用 ECMO 暂时代替心脏，用血滤暂时代替肾脏，完全靠这2台机器，这个女人才能活下去。这次人道主义豁免手术本来是给她做的，因为人工心脏质检没通过，所以她现在被卡在了生与死之间。你带我来是想让我内疚？不是，我是想让你看到，你研究的不仅仅是一个血泵，它会成为人体的一部分。人体有多精巧，它就得有多完善，一丁点的差错都不能有。是不是很苛刻？人命关天。你跟我说，你用你自己的脑袋担保，但是现在出了问题，有生命危险的是他，不是你。有句话叫“医生犯错，病人丧命”。虽然你不是医生，但是这句话眼下也适用于你。你研究的人工心脏，是在给千千万万的病人谋福利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它，在未来研发的每一步，都要记住他的脸。那天你在
资料是说，机器停机的时间比饲养员关机的时间早了3分钟，有可能是机器自动关机。如果你说的是对的，只要查那台机器，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我今天做试验的一直都是样机，不是用于植入的机器。那你快去查呀！你还站那儿干嘛？好。7号床的情况还可以，还剩几号床没查？小烈没有了，主任。那我去 ICU 了啊。哎，你别去 ICU 了，昨天晚上就没怎么休息，赶紧去值班室睡会儿。ICU 周达那儿盯着呢。还是我去吧，你跟江百烈手机要随时保持畅通，移植平台打电话要确保第一时间接到，知道吗？好了，主任。唐主任，我昨晚找出那台被饲养员意外关机的人工心脏，把它放在测试机上进行测试，结果真的意外停机了。目前不清楚是软件还是硬件发生了问题，需要逐一排查，但是这需要花不少的时间。是啊。时间是现在最紧迫的。如果实验羊在关机前就因自动停机死亡，当时就应该发现，怎么会拖到现在才发现？这是我的责任。当时负责监控实验羊的人是谁？是你吗？是江医生。我只记得我一抬头的时候，那只羊已经趴在地上不行了。我以为是流量不够，我让饲养员去加大了流量。一抬头，感情你一直低着头来着。刚才王工已经说了，机器的关机时间比饲养员关机的时间要早3分钟，3分钟够你反应了吧？当时你干嘛去了？忘了。你忘了？如果那个时候能发现，我们就不会贸然送审。主任也不会误以为可以做人道主义豁免手术，那对王雪春的治疗，那会是完全不同的2种方案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被动。大小波，别说了，少说2句。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我还有很多工作，我先走。辛苦了，王工。主任，我就是生气，我们太被动了。行了。主任，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安和的江百烈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供体了。唐主任，我刚才去看过他，肾衰竭的指标已经好转，情况基本稳定。涂磊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已经找到和王雪纯匹配的供体了。有供体了？真的吗？你确定？因为上次……确定。秦医生跟江医生已经买了最近时间的飞机票，捐献者在外地的医院。他们要确定供体没有问题，然后运回安和医院，我们就可以商量后面的手术方案。总之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看这么高兴，肯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吧？等到供体了，跟王雪纯配型成功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是啊，我觉得我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跟这个病人的关系啊不一般。其实我觉得，好像是我欠了他一颗心脏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还给他了。哎呀，以后他就可以带着他女儿到处去玩，
不用像前几年那样小心翼翼的。还有，他爸爸高血压，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一定比任何的降压药都管用。是，这好消息是好消息啊，可是什么？你对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点过于用心了？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一点特殊，这次肯定来不及了，但我可以保证下不为例。从今以后，我肯定会变回之前的那个铁石心肠，至少比你的心肠硬。那就好。走啦。你好，李社工。你好，吴护士长。是约养父母见面吗？那孩子的养父母啊，他们改主意了，他们说不收养这孩子了。什么叫他们改主意了？为什么会反悔呢？是工作人员没有说清楚，养父母以为孩子只有心脏畸形，已经做过手术了，今天才知道孩子的妈妈呀有精神分裂症，他们怕万一遗传。有这个因素，这个女婴8成不会再有人收养，得在福利院长大了。叶主任，看下手术啊。老秦不是取到供体了吗？你们组今天晚上定的手术室怎么取消了？哎，没取着。这个取供体的团队飞机晚点了，得先取其他的供体才能取心脏，所以我们这移植手术啊，只能推迟了。唐主任啊，现在还在 ICU 呢。是吗？哎呀，还是得。行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记仔细了。唐主任，怎么今儿又是你啊？我还没见过哪个大主任天天在 ICU 熬通宵呢。周大女儿发烧了，我让她先回去了，而且别人看着我也不放心。你也回去吧，我帮你盯着。不用了，你下班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今儿正好值班，科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你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用了，那你去休息室睡一会儿。唐主任，你明天还有移植手术呢，如果今儿休息不好，那明天手术怎么办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反正我在 ICU 还有个术后的病人要看着，而且人 ICU 有医生，对不对？你当他们是摆设啊，是吧？是的，唐主任，我们科的主任都是抢救的好手，况且还有叶主任在这儿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放心吧。那帮我盯紧点儿，如果有任何情况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去休息室躺一会儿。哎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，办公室休息不好，而且你家离得近，就10分钟的路程。他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连10分钟都 hold 不住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。去吧。盯紧点儿。叶主任，我好像记得你今天不值夜班吧？我顶替别人的。哦。叶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王雪纯那儿啊？周达早上5点就来了，我跟他交接过了，他现在在 ICU 看着呢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走的时候一切正常，不过应该尽快手术，他的身体应该撑不了太久。供体到了就好。秦大钟，喂，大钟，你不是7点钟给我发信息吗？说去取供体，这么快？不是，你们再检查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们回来吧。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
捐献者的心脏有实质性的病变，边缘供体都算不上，根本用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刘副院长，欧阳处长，一大早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坐。哦。欧阳处长，有件事情我没想明白，想听听你意见。是这样，宋宝德呢给我推荐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。这家公司想打入中国市场，想跟安和合作。他们的产品呢是第二代，不是磁悬浮，但性能也还行，开出的条件也不错。但是有个条件就是，安和必须在5年内只能使用他们品牌的产品。这次人工心脏质检出问题啊，让我反思，是不是2条腿走路会更好？你觉得呢？刘副院长，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没转过来呢？转什么呀？5年内不能使用其他品牌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安和自主研发的磁悬浮人工心脏就不能在安和做临床试验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属于使用其他品牌。我就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还有，现在很多家医院都在研发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，虽然说很快就能用上瑞士公司的产品，但是5年后，国产人工心脏的领域我们就会落后一大截。你别说追不上人外，就是其他几家心脏中心也会排到我们前面去。反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这事儿是我欠考虑。行，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要和唐佳瑜说。好，谢谢。主任，市内的急诊电话都打过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新的捐献者，捐献平台也没有。王雪纯现在是第一顺位，只要有供体，他是有机会的。主任，王雪纯突然白蛋白低，血液酸碱平衡紊乱，是肝脏。周大已经开始给他输白蛋白，加大利尿，为了防止乳酸堆积，也给了碳酸氢钠。我有话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没有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等不了唐佳瑜，我现在劝住了刘副院长，但是我怕他自己又绕进去。宋宝德现在在给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牵线，想促成跟安和的合作，用进口的人工心脏代替你跟王海明研发的产品。唐佳，主任，不要跟过来，我自己去，别跟过来。嘱咐你爸爸的事一定要记住啊！要是晚上老人失眠，唐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了？不需要人工心脏。哎，宋主任，您跟那家瑞士人工心脏公司很熟吗？唐主任，我问你熟不熟？这熟不熟的又能怎样？这人工心脏也不是谁一家的专利。如果您很熟的话，想请您帮个忙，能不能帮我弄一台机器来？我的病人王雪纯现在已经出现肝脏衰竭了，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心脏供体，所以我想能不能试一下人工心脏植入？宋主任，如果您真的很熟的话，能帮我尽快弄一台机器吗？可是进口3级医疗器械，不通过审查不可能让你用的。人道主义豁免书或者是学术交流，什么名头都行，只要能帮我弄到一台心脏，王雪纯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唐主任，您高估我了，这事儿恐怕办不成。宋主任，如果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愿意辞去心脏中心主任的职务。唐佳瑜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你们俩之间能决定的事儿。唐主任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
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只要您能帮我弄到机器，我马上写辞职信。当然，把重病组留给我就可以，其他职务我一概不要。回来了啊！主任很快就不是主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呀你？宋保德认识一家瑞士的人工心脏公司，主任说只要他弄一台给王雪纯用，他就把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让给宋保德。疯了！这位子能是说让就让出来的吗？啊？江美丽，主任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行了行了，有完没完？这是诚心看你这年纪小欺负人了，我找他去。哎，叶主任劝了半天了。这在呢，进，回来了。主任，对不起，石岩阳是我的错，我当时开小差了，没有一直盯着屏幕。所以你去做了兼职。您怎么知道？当时让你负责到动物实验中心帮忙，所以你就没有手术上了，也没有奖金，甚至连交房子的房租都是问题。所以你去做英文翻译，当成兼职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那个时候。宋保德提醒过我，可是当时我没有在意。美丽，委屈你了，对不起。主任，您别这么说，这确实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还连累了您。如果我早点发现那个人工心脏出了问题，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别说了，是我的错。首先，研发人工心脏我是负责人，其次，重病组我是组长，所以今天造成的一切后果，都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。你不需要背任何的思想负担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问题，明白吗？求您了，主任，你打我，你骂我都行，你这么说，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怎么面对你啊？以后还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好吗？那个张静主任，张主任，那个，行吗？这次我是真的想帮你呀，可是很遗憾，药监局审查没通过，我也很无奈。再帮我想想办法。主任，王雪晨外周循环衰竭，全身 DIC。有办法，有办法，用药，马上用药，升压药。还有，输血，一定要输血，知道吗？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帮我想一想。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帮我想一想啊！主任，王雪晨现在的情况是，就算有供体有人工心脏，也不能再做手术了。他现在是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，已经进入到终末期了，不可逆了。主任，要不我去跟家属说一下。我去。图兰应该从我嘴里知道这个消息。昨天你还说可以救的，不只是可以救你，你说他马上就要得到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是这么说的吧？那为什么今天突然不救了呀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供体，没有人工心脏，
王雨辰现在接受不了任何的手术。对不起，我当时不想让他死，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度过这个最坏的结果，是我判断失误。你怎么可以判断失误啊？你是医生，你是他的医生。早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如不给我们希望。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说？啊？你让我怎么跟我女儿说呀？你让我怎么跟萌萌说呀？你让我……对不起。涂先生，这都是因为我。张百烈，主任，你让我跟他解释清楚。闭嘴！什么都别说。出来。是时候该放手了，该让王雪纯走了。他已经很累了，是时候了。关掉这些机器后，他还有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走开，走开。万里那一颗星，撒手在夜空里，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空的阳光，短暂的惊险和神秘。我不想做医生，我再也不想做医生。一会儿我会先关掉艾克曼，许诺，最后我生命中的你，黎明一样的你，天使降临之际，曙光照亮我心，我感动不已，就祈祷着奇迹。
月下匆匆飘的雨，唤醒万物新的生命。睁开眼，世界很多情，我不允许你放弃。我生命中的你，黎明一样的你，我想点燃自己，然后再照亮你拥抱的鼓励，会吹散了恐惧。护士长，孩子的事儿怎么样？生宝宝的人反悔了啊，所以我决定收养宝宝。好了，许巍老师，咱们安和医院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还能有啥？唐主任呗。听说这个唐主任和刘副院长说了一声要休假，人都找不着了，谁都联系不上他。如今的心脏中心啊，群龙无首，乱成一团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肿瘤外科不是搬到4楼去了吗？11楼现在病房都空出来了。这神外跟心外不是一直想争11楼的病房吗？现在唐主任休假了，崔主任不得高兴坏了？哎，我说许辉老师，你怎么老往坏了想我呀？神外才是安和的王牌科室，少了唐主任这个绊脚石啊，我肯定能争到11楼。可心外的宋主任又做了代理主任，宋宝德他能跟我比吗？一鸣，我知道，别人找不着唐佳宇，你肯定找得着。他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刚刚联系上的。啊，唐主任说了，这11楼啊，永远是属于心外的，让你别惦记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各位，我这掐指一算，我怎么觉得主任这1、2天就要回来呀？啊？他呀，就是受了王雪纯这个事儿的刺激，出去躲躲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放心。哎，老齐，你这个时间是有什么理论根据吗？这很科学的，掐指一算。哎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怎么觉得不会这么快？我甚至感觉他都有可能不回来了。你们想啊，他原来在克梅德医疗中心的时候，也是说辞职就辞职，一走了之。万一这次也这样呢？咱主任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不可能。哎呀，咱们主任就是再有个性，也不会轻易辞了这安和的工作。不信咱们赌一把。赌就赌，你说吧，怎么赌？输了我认了。这么着啊，咱每人下一注，咱们一个人说一个日期，如果主任回来，离谁说那个日期最近，谁就赢，赢了全拿走，干不干？行啊，就从今天开始算。你说1年？一年？ 1个月。1个月？哎，我说也就是1、2天。周达，我觉得怎么着得1个星期吧。啊？小龙，你怎么看？你们这种无聊的赌博游戏，我也不想参与。老不跟我们一块玩，你这老不扎堆儿啊，你这不行。哟，副市长，那个正好你也参加一下吧，我们正压说主任几号回来呢，你也压一把。我希望是今天。对了，宋主任要求一会儿全科大交班，还要开一个学习会，你们赶紧都把手里的资料准备一下吧。这宋宝泽这代理主任是不是当上瘾了啊？天天开会，烦不烦啊？他以前就爱开会。
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江百烈，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辞职？他是个白眼狼啊！很棒，谢谢江经理。欢迎来到我们公司。谢谢。哎，坐，没事。那个，我听陈周说你现在的人事档还在医院呢。哦，我那个离职的手续还没办完，医务处说还需要几天，但是很快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的新人入职呢，需要1个月的培训，但是考虑到你的情况吧，这样吧，培训等到正式入职之后，这几天呢，你先直接上手试一试，就在那儿实习了，然后这样也方便你迅速了解销售部的工作。江经理，因为我一直在做医生嘛，别的我也不太会，怕没有培训我做不好。嗨，放心，销售不是心脏手术，只要你肯有心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操作。谢谢江经理的信任，我努力。各位，在开会之前呢，我先说2句啊。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时期对我的支持。虽然不知道这个代理主任任职多久，但是呢，我一定会在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。首先呢，我就要把咱们心脏中心这个居高不下的死亡率给压下来，重振在老主任时期咱们心脏中心的威望。不敢收高危病人，死亡率当然低了。我们这个组手术量在心脏中心排名可是前3名。什么叫不敢收病人？我说的是不敢收高危病人。宋主任，您组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您的手术量确实很大，但您只收手术好做的，这死亡率当然就低了。老主任在的时候，可没有那么胆小。哎呀，说起这个危重病症啊，那个住院总医师江百烈辞职了。以前急诊交会诊都是由他负责，在新的住院总没有选出来之前，这个会诊工作就由你们重病组先顶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明白，这会诊呢都是年资低的医生的工作啊，你们重病组的年资是有点偏高啊，不过把这工作交给你们，这也是对你们一种考验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最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吧，又有点烦，要不然就是会诊的时候，先把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先排除在外。啊，可以，秦主任年老多病，这个提前退休了解一下。我怎么一下就好了似的？这真是话跟的太管用了。哎，可能是我对这个想为病人服务的这个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啊，太高涨了。王工，你别着急呀。能不着急吗？现在已知了硬件没有问题，是软件出现了 bug。那软件不是我们的专长啊。而欧阳处长知道了以后，他会怀疑我的专业能力。说错了。王工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来监督你们的工作。唐主任休假这段时间，医务处有义务保护他的工作成果，监督人工心脏继续进行下去。怎么样，有进展了吗？没有。之前进展那么快，怎么一出问题就原地不动了呢？王工，你不会是没有认真去做吧？欧阳处长，您冤枉王工了，他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过觉，一直在研究室忙呢。不光是没有睡觉，我这2天连饭都没怎么吃。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，我只关心结果，过程是什么样子我不关心。哪怕你们每天只工作半分钟，但只要有突破，也比现在强。半分钟？
好，我抓紧时间，有进展了我跟你汇报。好的，那我等你消息。跟你说了，别跟他抬杠，他早晚得找机会整治咱们。我就算看遍所有的会诊，我也不会向他妥协。秦主任，急诊来电话叫会诊，你们谁去啊？这个我不行，我得去 ICU 看病人。哎呀，这科里有7个病人伤口等着换药。哎，老秦，你要是去换药的话，我去急诊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辛苦。走走走。跟他们说，我去。徐主任啊，几床要叫会诊，这病人什么情况啊？你跟我来吧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。你这成固定台词了，凡是来个人都得感谢你一回，是不是？你让他们来。怎么着的？哎，是有人抢劫，把李大爷给扎了，就在今天早晨。李大爷就等在小区花坛后边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赶紧打120给送这儿了。要不要打110报警啊？不怕，就是个小罪。哎呀，被人扎了，这够丢脸的。大夫，给我把头拔了，我要回家。大爷，你听我说啊，大爷，你这个刀不能随便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这刀柄现在，它一跳一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刀扎进心脏了，现在刀堵住了心脏的破口，所以没有大出血。如果你要是把刀拔了的话，你就有生命危险了。李成海，78岁，有家属吗？就家属来。没有。哎呀，大爷现在一个人住，前段时间老伴去世了。大爷，现在我说您听着啊，您现在这个情况马上要进手术室，我们要扶着刀柄把你的胸给开开，补针缝心脏。如果按不住血或者位置不好，可能还会用到体外循环。手术之前需要您签署一个手术同意书。如果您没有家属的话，只能您自己签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好，那你现在待在这儿一动别动，我去给你约手术室。李正，把电话给我。喂，我秦大忠，现在没有空着的手术室，我急诊别急用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让你看这病人吗？几点的空着？全都占满了。我不好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空着来马上告诉我啊！好。刀怎么拔了？他自己拔的。动脉增弱，颈静脉怒张，核叶心包停在。4周是吧？紧急床旁开救。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发，再怕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准信儿，否则我就……哎，小烈，晚上把时间空出来啊，我约了咱们几个大学同学，晚上好好聚聚。今天啊？什么情况？还是那个床旁开胸啊？一个老爷子，姓李，78了。那歹徒啊，拿刀给刺激右心室，本来呢还没事儿，可不知道怎么着刀柄掉了，弄得渗血。这不是我当时做了床旁开胸，才把命救了，这才送到手术室。
术前检查做了吗？做了个加急，问题不大。我先进去了，小龙那儿负担。阿谦，我刚才啊看见宋宝德在角落里打电话，鬼鬼祟祟的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趁主任不在的时候搞一些小动作。不会吧？他现在人气这么低，再说又不是唐佳玉来之前。反正挺可疑的。哦，醒了，大爷，别担心啊，这是 ICU。您的手术已经做完了，我把刀给您取出来了，把心脏也给您缝好了。您要是听清我说什么了，就轻轻的点点头啊。嗯，听见了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请你吃饭。为什么要买新西装啊？因为啊，你现在穿的这身太 low 了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是给我发小当伴郎，人家定做的，完事就送我了。我觉得还行啊，挺合身的呀。你可拉倒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你知道这几年不见，同学都混成什么样了啊？你不得在同学面前好好的显摆显摆？哎，你看这身怎么样？嗯？这太贵了吧，疯了吧？没事，我借你钱。你借我不用还啊，我还不起啊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出门可是代表公司的形象。下回还来这儿，好不好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行，我们交代驾吧。我交了，我交代驾了。没说好了，没有这个。百烈啊，有事儿你得帮我，你不能推辞，不能拒绝我。你说。这个呀，是我的一个项目，进口耗材啊，做胸腔性手术用，功能比老版的好用，但是吧，在医院的推广力度不是那么大，所以我就说你在医院里边，你跟那些医生都熟，你帮我评估一下。评不了，评不了，这挂着科呢。秦主任，秦主任，刚刚 ICU 打电话说李成海心脏骤停。心脏骤停了？心脏怎么会骤停呢？手术没有问题？不知道，突然就停了。护士，再推1毫克肾上腺素。氯化钾放这么大量，心脏不停才怪。准备，探测心脏。高糖胰岛素，准备出站充电，200焦耳。一手。秦主任，不是我推卸责任，这药量跟我给的真不一样。对呀。李医生当时还特地来病房嘱咐了一下，而且那确实不是我调的量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别唠叨，这是基本常识，补钾过量可是心脏要停的。李医生说再查一遍他更放心，对吧，李医生？对对对，这是我原话。秦主任，我们搞 ICU 的干的就是这个，这要不是有人故意调高量，谁会犯这样的错误？
说这话的时候，病人醒着呢吗？醒着呢。这样啊，给他加个束缚带，把他手给绑起来。他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他醒了，怕他乱动，手再碰到伤口整不好啊。秦主任，您是怕？还有几床没查呀？就剩 ICU 了。ICU 早上7点我去看过了，昨天手术那大爷身体素质不错的，又是一个单纯的心脏修补，今天已经好转不少，估计下午能转出来。这个李成海昨天晚上心脏停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是挺诡异的，我查清楚了告诉你。哎，老乡，一会儿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想先走了，因为我干嘛呀？我知道今天是周6，那你也不能跟周达似的，一到下班点就赶紧想着回家呀。再说咱们这儿正缺人手。哎呀，不是，今天不是王雪纯的葬礼，我是想代表咱们组去的。毕竟从上次供体到现在，他也是咱老病人。那应该的。那去吧，代表咱们组送个花圈。走了。拜拜。张宇，你别老今天又想着那么早回去。我是正常下班时间走的。百丽，早啊！哎，早。哎，那材料，我昨天回去倒床就睡了，就给忘了。我刚开始看，我看一半了。哎，没事，不着急啊，下午才开会呢，慢慢看。那个会上你得积极发言。刚从医院出来，江经理肯定特别看重你的话，啊，知道了。哎，早。早。哎，小姐，昨天在车上最后说的话，真记得？我真记得，你放心吧。这次我套下去，下一次一定得是你。下次我我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王哥，你没睡着？没睡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软件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来看看，这是由于极端条件下数据计算溢出造成的。这是计算机编程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越是常见就越是容易被忽略，竟然被咱们遇到了，太好了，这道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呀。老公，你快吃点儿，熬了这些天脸都尖了。尖了吗？王哥，这么大个好消息，要不你主动去让业务处给欧阳处长汇报一下，也省得他每天都过来监督咱们，不是？就是，也显得咱们积极配合嘛。周6，怪不得没人。那刘副院长想换人的原因是？你看啊，这人工心脏送检之前说反复测试过都没问题，可是一送出去就出问题了。我现在深深怀疑王海明和他团队的工作能力。虽然这次人道主义豁免的手术没做成，但是我们院大力支持研发的态度已经传出去了。有一位和另一个医院合作的工程师联系我，说想跳槽过来。这位工程师呢，我也见过了，人家挺会来事儿的，不像王海明那样那么奇怪。王海明奇不奇怪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怀疑刘副院长您的忠诚度。什么忠诚度？做人的忠诚度。遇到一点困难，您先是想接受瑞士公司的橄榄枝，现在又要中途换工程师。刘副院长，不管是从契约精神还是到私人人品上，这都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就上升到人品问题了呢？我这也是为我们医院的前途着想啊。那我就告诉你，
作为业务处长，我不同意你换王海明，一点儿也不同意。他和他的团队工作能力没有问题，我天天去看，他们已经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情，没有时间睡觉，据说连饭都吃不下去。人家在这么努力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釜底抽薪呢？这怎么就生气了呢？我也没真说要换呀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建议。啊，行，我坚决不提，我一定支持王海明到底，行不行？那就好。行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慢走。那什么，唐主任有消息了吗？这么多天，我有点担心他。没有。罗医生，罗医生，谢谢你啊，来送雪纯最后一程。节哀顺变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唐主任还好吗？主任他休假了，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啊，他会回来的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麻烦您把这个交给他。你放心，一定给到主任。老爷子，哎呦，醒了。罗护士，把那个束缚带给他解开吧。现在病人清醒了，哎，但是碰不到伤口。我这又给您准备了一个药，是保心的，但每次只能服1片。间隔的话，最好过6个小时再吃第2片，可不能一块儿吃啊！如果一块儿吃了的话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那我给您就放在手边这儿吧，好，那您休息啊。好。老爷子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您果然是还想自杀呀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反正要紧，您要是听不懂的话，那我就说说，您听听。您是因为老伴儿去世了，觉得内疚，才想了断自己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想自杀的，因为我该死，我想死，我死了就不会觉得对不起他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您命大，您不该走啊。那个刀子是您自己插进去的吧？多疼啊！那个小伙子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同志已经调了监控。哎，可我就没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个事儿不在自己家里做？您是怕没人看见？要是死了好多天，这遗体也不好看了。我找个公共的地儿抹脖子来的，又怕
小区的保洁给他填满了。哎，不激动啊，不激动。大爷，人呀都有一死，特别是自己的亲人没了，肯定会特别的痛苦。那您说怎么办呀？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，要是您现在这样，让老伴儿在九泉之下知道了啊，知道您拼了命的想见他，那心里头能乐意吗？可我不想活了，我心里内疚，我让他失望了。我知道，这个时间呀是无法掩盖痛苦的，时间只能帮着中和痛苦，这挺难的，但我相信啊，您能做到，而且他也能做到。他，嘿，就是一个特厉害的女大夫。哎呦，幸亏您碰到我了，这要是让他知道别的人都在拼命的想活，只有您就玩了命的想作死的话，他都说不定会骂您一顿呐。有这么厉害的女大夫？可不，我们都可怕他了。所以您想想，您还想寻死觅活的吗？好，您休息吧啊，休息吧。来不及了，我吃了那个药，2片。大钟大夫，你给我洗洗胃吧。老爷子，那个呀是维生素，祝您健康长寿。维生素。哎，我去，搞清楚没有？哎呀，跟我想的一样啊。哎，你不是说宋宝要搞什么事情？我真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要说这宋宝刀干的这些事儿，还要是比他更穷。荆州刚才发完言了，那关于陈州说的这个胸腔镜耗材的项目，还有谁要发言？江经理，我能不能试着说一下？可以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同事江百烈，他呢是从安和心脏外科转过来的专业人士，来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啊。百烈，你说。这个新耗材跟旧耗材相比呢，其实它在本质上，没有什么技术的优势，它只是把一些名词换了一种说法。乍一听好像觉得它具备技术革命性，但是就是像我这样的大夫看了以后，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像不太实用。再加上这个耗材的开包费很贵，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好推广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它没有为病人去考虑，它没有真正的了解病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还要增加广告的投入或者资助医学研讨会的话，我觉得只是增加了成本。江经理，我觉得能不能大家同时一起帮着讨论讨论，看看能不能怎么去把它再完善一下。不用讨论了，这个小江啊，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全都给说出来了。真的，我当时我就是跟你一样的感觉，东西不好卖，不是因为它广告做的不到位，而是东西本身有问题。行了，大家没什么事情，先散会吧。那个小江，你留一下。江经理，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虽然略显简单，但是你不怯场，而且还能一下子抓住核心，我很看好你。以后在公司，如果你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教你。将来有机会可以教你。谢谢主任。谢谢江经理。回去吧，好好干。
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你是没听明白啊，还是装傻充愣啊？今天在会议上摆我这么一道。不是按你说的呀，你昨天不是说让我把你的项目当成一个人吗？给他看病吗？如果有病就治。我发现他确实是有病，还是绝症，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嘛。实话实说，我说的是这句吗？我说最后一句。这不是最后一句吗？大哥，我最后说的是在公司咱得抱团吧，得互相帮衬吧，然后一起发财吧。你今天说的是什么啊？张百烈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干嘛这么费劲巴拉把你弄来啊？啊，又给你买西服，是吧？又给你订盒饭，我钱多，我吃饱撑的，我有钱没处花了我还不是看在经理赏识你，想给自己拉个助力。还有我那个项目，筹备了几个月了，我还指望他分红呢，你这么一闹，直接给暂停了。张百烈，你是不是成心你故意的吧？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实话实说。就你这个项目，它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替病人考虑。如果你真的能替病人，百烈，咱不要病人的好吗？我们是卖医疗器械的，只要怎么想着把东西卖出去就好了。至于病人，那是医院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张百烈，你在医院真的是待傻了，你已经不是大夫了，不是医生了，清醒一点 ，OK？ 来，汉文，来，这杯干了。干了。哎呀，咱俩多长时间没一起喝酒了，真的是。标准，不行了吧？太快了。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，你多喝点，我美人。破费啊，姚主任。早就想跟你叙叙旧了。姚主任。哎，其实吧，你走以后，宋主任可想你了，是吧？他抹不开面，他不好意思说的。我也一直惦记着他呢。哎，那什么，我听说他最近好像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，我还想着怎么帮帮他呢。有吗？没有吧，我没听说呀。你没听说？就是那个。哪个呀？就是他打电话说，一直压着不给他发。要主任，你知道这事儿了？我知道啊。我宋这人呢，他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跟我多说。你要知道内情，你跟我说说，我看我怎么帮你。一鸣哥，我看你一直都没有回我信息，是不是特别忙啊？没关系，那个采访稿我已经打出来带到医院了。我现在就在手术区门外，下手术之后出来拿一下就好。刚才那个插管做的不错，下次要是再能稳一点的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主任，那边还有个急诊病人，我先过去看一眼。好，去。叶准，欧阳处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会儿有一台肝移植，捐献者的遗体我要亲自放。辛苦了。叶准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手术室有点空？今天是周六，又是晚上，人少很正常。不是，我是说少了一个人，唐佳瑜。叶主任，我知道唐主任在哪儿，所以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
服务员又管你。3天前，我收到旺达医院给咱们医院发的会诊申请单。你也知道，本院的医生在外院行医，外院都要发会诊申请单的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那单子上写了一句话，我知道是唐主任写的，说不要告诉别人。唐主任在藏区，你愿意去一趟吗？医生，医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你们孩子手术很成功，估计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谢谢。你们到那个等待室等一下，一会儿护士会给你们交代细节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